这也是往卖家的方向的。大清真寺有20个圆顶。他们在这边会放像许愿的那一种，放那个硬币。以前的厨房。大哥自己在用翻译机是不是？这是用海耗石去做的。这个水好清，很暖和。他们的面包到处在抢，要开始飞了哦，开始飞了。嗨，大家好，我是 AD 王启春小王。今天我要来介绍的是土耳其。介绍的土耳其讲到的是什么？热气球，讲到的是棉花堡，讲到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叫做郁金香。很多人说，郁金香跟土耳其有什么不一样？当然啦。有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很多人会认为郁金香是来自于荷兰，其实郁金香最早的它的野生的是在中国的天山跟喜马拉雅山之间，而世界上最早种植郁金香的就是土耳其人，而因为土耳其当时跟中亚的关系，他们都是什么信奉伊斯兰教，都包了什么叫头巾啊？头巾叫是什么？它就是 tulip。那郁金香的英文名字就是什么 tulip， 那土耳其语呢 tulip 讲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土耳其中亚人的头巾，它翻译过来的译音名称，这就是郁金香的原名。所以很多人以为郁金香是荷兰出产的，其实不是。在16世纪的时候呢，当时有一位荷兰人，当时荷兰不是那么强嘛，然后呢，他在哪里？他在这个维也纳，在维也纳大公国里面呢，帮忙种花种草。当时他发现了驻维也纳的土耳其大使带来的他们家乡的郁金香的这种花的种子，所以当时荷兰就把它带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因此变成了当地富人们的最爱。当时富人们种植这个郁金香呢，特点是什么？反正啊，你种的越稀有，颜色越特别，那它就是什么？越有钱的象征呢？所以呢，郁金香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早上开花，晚上会合起来嘛。像不像这个中亚人啊、伊斯兰教呢？他们的头巾早上包，然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头巾就要拿下来嘛。女生也是一样，都包起来，对吧？那到后来在1637还38年的时候，它发生了泡沫经济。因为供过于求，它就泛滥了，价格就跌到底，所以它也叫做什么郁金香泡沫，然后也是欧洲最早被誉为最早的金融危机之一。所以我们来到土耳其，我们可以得知一个，就是它的原名就来自于土耳其语头巾的意思。再来，土耳其这个地方呢，什么时候可以看得到郁金香花季？也就是春天的时候。只是土耳其的地形啊，有高原，有沙漠，有草原，还有靠近海边，它地形非常多变啊，70多万平方公里，算是很大的一个国家，对吧？所以它的一年四季的变化非常的大。正常来讲，你去看郁金香花季，在土耳其看郁金香花季的时候，你要到中部去看的时候，通常会太热，那个季节非常的热，所以有没有人去看？有，但是呢，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像荷兰的郁金香花海 Keukenhof 这样子这么的盛大？最主要来自于行销、推广、种植，还有一种叫做气候。所以很多人会说，土耳其什么时候最适合我们旅游？一年四季都很适合，但是如果你是比较怕热的，那我觉得每一年大约在10月份过后，一直到隔年的3月份，其实它都是土耳其最佳的旅游季节，因为气候比较凉爽一点，也比较符合我们想要的气候。
那当然，其实你夏天去可以看得到不同的花、不同的景色，也是很好玩的哦。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这一趟疫情过后的土耳其之旅。现在我们到了布尔萨的大清真寺乌鲁清真寺。大清真寺有20个圆顶，这边看。疫情过后的首发长城线团体，由我们的 Monica 带着我们所有的人来到了土耳其。哇哦，这个地方好久不见！我们现在来到了布尔萨大清真寺。为什么叫大清真寺呢？代表它很大。很多人会说，为什么很大还要加个大？因为土耳其几乎都是伊斯兰教，所以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当然就跟我们台湾的庙宇一样多，有大有小。而土耳其的布尔萨最大的一座清真寺就在这儿，位于老城区中心的阿塔图尔克大道。1396年，奥图曼帝国在尼科波利斯战争战胜之后，苏丹巴耶齐德一世他就下令来修建。1399年之后就把它建成了，所以这里面因为大嘛，所以才会有20个圆顶哦。而这20个圆顶还有2个教拜楼。什么叫做教拜楼？就是每天时间到的时候，他们会在上面叫吗？不是，他们在上面发送要祷告的声音，让你祝祷。这也是往麦加的方向。大清真寺，有看到吗？女生啊，进到清真寺啊，一定要每一个人呢，要包的好像郁金香一样，这么的美丽啊！这室内的墙啊、柱子啦、牌匾上面呢，总共加起来呢，有192幅的伊斯兰的，不是画哦，是书法，是著名书法家的作品。你看那个题字，有看到吗？大清真寺里面都可以追溯到1399年所留下来的典型代表青绿色的花纹，白墙为底，很漂亮。现在来到了绿色清真寺，布尔萨的绿色清真寺。这是我们美丽 Monica 的声音啊，她每一次在摄影的过程当中呢，会在影片当中做一些讲解，非常好听的声音，对吧？现在布尔萨的旁边还有一个叫做绿色清真寺，它也是土耳其布尔萨的一个大型的建筑群的其中一个部分。清真寺啦、学校啦，还有坟墓、墓地、厨房、浴室等等呢，都是整块区域在一起的，因为这是整个布尔萨的区域都是清真寺。奥图曼帝国在1453年征服君士坦丁堡，也就是现在的伊斯坦堡之前的旧部位，这个地方也是具有非常久的历史了。那它曾经呢经历过地震，在1855年把它修复了起来，它带有强烈的布尔萨风格特色哦。来到土耳其，真的，我觉得除了走向大型的城镇、有名的城市之外，我觉得另外一个特色就是能够走走小城镇，布尔萨就是其中之一喽。它是奥图曼帝国定都 Istanbul 之前的一个古都，约莫在15世纪之前了也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而在布尔萨当地有一个跟番红花城一样名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小镇，那名称虽然没有番红花城般的响亮，但是作为古都的乡村小镇呢，这里是挖掘从前传统建筑、生活习性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以摒除掉很多大规模的观光客，而只有好像这个地方是我自己的后花园那种感觉。这也是我很喜欢安排特殊小镇的原因之一。我反而不喜欢很多像大拜拜那种行程一堆人有时候总是喜欢偶尔安排一些没有人的城市。这座小镇就叫做朱马勒克兹克，它的保留十分的完整，
建筑上也许有刷上新的油漆，但是你看这地板，你看那城墙，你看那店家，你看看这里当地的人多么的淳朴啊！虽然也许来到这个地方它不是很有名，虽然也许来到这个地方它并没有你喜欢吃的餐食，土耳其最常被人说的就是它的餐食你假美哈。但是来到这种地方，你如果还要老是吃中华料理的话，那我觉得就很可惜啊。来到当地就是要吃当地的嘛，对吧？一走进小镇，素食家这种饰品的卖家、民宿业者叫卖传统的餐食，都是非常棒的感受。来到这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小镇，在这里可以看得到道道地地的土耳其最原汁原味的土耳其 style， 它的风格。在这边吃当地的早餐也很特别啊。我其实有时候在旅游的行程当中，很想要推荐或者是安排大家吃当地最具特色的食物，但有时候还是不太敢啊，怕大家承受不了。就像老外到台湾来，你给他安排叫他吃臭豆腐一样啊，也许很多老外会吓到。这是木头街的其中一个博物馆，还保留得很好。艾斯基谢希尔这么绕口的名字来自于，因为是我们把土耳其文翻译过来的音译名称，而这个地方本身它的外国观光客就非常的少。那疫情过后呢，因为很多的航空公司的航点它还没有恢复，所以我们在选择游览土耳其的时候呢，由于航点的限制，反而创造了我们可以去游览一些比较特别的小镇区域，让我们带来不一样土耳其的感受。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土耳其有非常多的小镇，虽然它不列为在旅游名单上，也不是很多旅游观光客会来的地方，但它真的是一个非常老的城市啊。这个念起来很绕口，它是西元前12世纪的时候，弗里吉亚人进入定居在这个地方。那最早命名希腊语当中的名称，所以它的名称是从希腊语言慢慢转化过来的。很多人会了解到说，奇怪，你来到的不是土耳其吗？怎么会说到希腊语言呢？这个就要打回到土耳其跟希腊的历史故事跟恩怨情仇喽。那当时的弗里吉亚人对这个地区的脉络呢，非常的熟悉，尤其又经历过了亚历山大人的统治，直到亚历山大西元323年去世之后，归于罗马帝国，又掉入了塞尔柱土耳其人的手中，所以当时土耳其人跟十字军的战场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又被称为叫做苏丹阵线，也留下不少塞尔柱时代的东西哟。大哥自己在用翻译机是不是？这要在做翻译机，跟他沟通土耳其文。碰水，你在沟通土耳其文哦，那么厉害。这不可以碰下载水。功能啊，不可以。因为打起变作白的啦，哎呀，变作甜的啦，叫黄的。啊，那个就跟他说文的安尼。你可以跟他们解释一下吗？谢谢。大哥用翻译机这个当沟通土耳其文，好好玩。大姐买了一个戒指，用海泡石。不管经过几个时代、几个不同统治者，他来管理这个地方，最后这个地方就流入了奥斯曼帝国，也就是我们说的奥图曼帝国。不管是哪一个，它都是音译啊。那到最后，它就是奥图曼部落当中的统治喽。19世纪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有了巴格达铁路。那有了铁路，也就代表了什么？带来了贸易。有了贸易，也就代表了什么？代表它可以带来不同种族的人，就有了多元文化。保加利亚啦、高加索拉、罗马尼亚啦等等人就开始进入到这一个区域来去定居。
直到了奥特曼帝国在一战大战战败后签下了蒙德罗斯停战协定之后，使得协约国阵线可以进入土耳其占领它的重要据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因为铁路它的枢纽就在这里，所以当时的英国军队就占领了这边，一直到了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发起了独立战争之后，才把这里决定大反攻。我们在这个区域木头市集。用海泡石去做的。什么是海泡石呢？就是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一种白色的石头，它也是当地最具有名的伴手礼，镁跟细为主的一种岩石碎片，在地层内透过的海底的热泉发生了水的这个合作作用产生出来的。19世纪中叶由德国矿物学家发现并且命名。海泡的意思就是呢，因为很多口嘛，潮湿，所以呢时而软时而硬，颜色接近白色。海泡石在5000年前呢就已经存在了，现在被拿来制作烟斗最有名。一个人敢若挂袂出挂目镜。哇，那刻得很漂亮。哇，这个好大。那个海泡石啊，之后它是对，啊之后它是用这个刀去刻，小的都是基本上海泡石刻出来的博物馆，还有商店。你知道为什么海泡石会做很多的烟斗吗？因为它的质地特别柔软，所以它很容易雕刻，又很轻巧。你总不想要抽烟的时候啊，拿那个烟斗重的跟哑铃一样吧？因为轻巧又可以浮在水面上，然后它又不会燃烧，所以在这当地呢的很多的工作坊跟小商店呢，就拿当地的这个特产石头拿来做雕刻，而慢慢的就变成这个地方非常具有特色的伴手礼。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发现类似海泡石的矿物，不过会用于商业上的海泡石就这里了，很少有其他地方。而且这里的海泡石呢，又拥有孔洞、有过滤吸收的特性，所以它可以使用在工业里，经验累积再累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咯。所以这是我们在台湾很少看到的，而且还可以在上面看到他们的设计跟美感雕刻在所谓的烟斗上面。接着下来，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希拉波里斯古城。这个希拉波里斯古城呢，也许大家不清楚，但是如果你说到棉花堡，那大家就知道喽。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希拉波里斯古城，公元前2世纪罗马时期的浴池。你知道为什么要跟棉花堡说在一起吗？因为希拉波里斯古城，它就是整个跟棉花堡绑在一起的一个景区，它下面就是棉堡，这美丽的棉堡永远吸引一堆观光客来。到了棉花堡，小心小心，喂，知道。这边有点干掉了，我要再走前面一点，那边才可以赤脚的走下去。棉花堡喽！棉花堡，棉花堡到了。棉花堡，好温暖哦！舒不舒服？哇，棉花堡 ，Hello， 嗨，棉花堡，好温暖的水哦，好漂亮哦。好痛哦！快哭出来了。是脚痛哦。因为我走这个，我走这个就会痛。哦，棉花糖啊！棉花糖哦，棉花堡。
好，心暖，心暖哦。温的水，温温的。棉花堡，土耳其西南部最著名的必游景点之一。石灰岩就经过了千万年的堆积，形成了这一片雪白的大地。它是世界上最有名的景点，不足为奇啊。温泉就随着这个钙化的梯田而下，形成了一层又一层堆叠下来的小瀑布，而闻名下来。这个就是土耳其的棉花堡。我相信很多到过土耳其旅游的，对这一片美景一定很难忘怀，实在是太美了。总是拍了2张，又想再拍2张，又想再拍2张，这也就是它最大、最具特色的地方，纯白又无瑕的美。土耳其很多人被它吸引过来是2大特色，一个叫做热气球，一个叫做棉堡，也就是棉花堡。来到这一个一阶又一阶充满湛蓝色温泉水的白色梯田，太可爱了，好梦幻。这个女朋友来的时候呢，真的就马上结婚了。那如果带着不认识的女生呢，其实就想把她弄成女朋友啊。那如果呢带着老婆来呢，哎呦，那真想再生一个。所以你看这个地方有多浪漫啊！而棉堡上面就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也同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希拉波利斯古城。那棉堡就是希拉波利斯古城城镇的人们用来疗伤的温泉浴场，是疗外伤呢而不是疗情伤哦。那为什么说会疗伤呢？因为以前呢，战士们受伤之后呢，洗热水澡，杀菌消毒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上面会有一个希拉波利斯古城，底下又有一个棉堡，这2个绑在一起，这是什么原因呢？重点其实是以希拉波利斯古城为主，它底下的一个棉花堡，只是棉花堡太漂亮了，太美丽了，又有温泉，所以最后呢，这一个棉花堡温泉呢，就盖过了本来希拉波利斯古城它的名气。所以这个希拉波利斯古城非常大还保留着一个能够容纳15000人的大剧场，它实际真的是可以媲美来自于罗马的罗马竞技场。所以在这边好好的逛，好好的拍照，好好的洗澡马步，好好的泡脚。这里的温泉最多只能让你泡泡脚，不可以浸下去啊。这个水好清，很暖和。
以前古罗马的城门哦。我们现在在埃尔迪尔湖。哇，行程加了一个游船哦，埃尔迪尔湖。前面我们看完了温泉，我们看完了清真寺。土耳其有没有海？当然有。那有没有湖呢？也有湖。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埃尔迪尔这一个湖，来坐船去吧。坐船啦！游湖啊，游湖！游湖了！我们来游湖！哎呦！厂长，哇，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耶！赞赞赞！好啊！给我，我赞赞赞！赞赞赞！耶耶赞赞赞！啊，你也是在这样。耶！还有看到固定的拍照模式、摄影模式，内心很感动哦。这样子的模式已经好久没有见到。现在我们来到了埃尔迪尔湖，这个拥有壮丽的自然奇观与它的海滩、它的清澈见底的水而闻名的。它是一个湖，是地中海湖区，很特别吧？这个湖区是近年来在土耳其非常红的一个地方。土耳其拥有众多的湖泊，所以这个湖泊在托尔斯山山脚下拥有一系列地震形成的构造湖泊，而这一个拥有古希腊、古罗马城市的历史遗迹，也就是在这个湖区最有名的地方了。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埃尔迪尔湖这一个地方，有时候四周有苹果树跟桃子，当它呢生长起来的时候，阳光照射的角度对，投影在这个湖面上，哇，有五彩斑斓的，就会让你觉得这个湖好像彩色的一样哦。那湖中有一些小岛，其中有2个就像是半岛的延伸部分。这个岛在当地人的心目当中非常有名，这个岛也被基督徒视为神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因为这里有基督徒视为神圣的教堂。它在当地的语言又被称为叫做色彩斑斓的小岛，面积有7000平方米，岛上没有建筑。当时的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在访问埃尔迪尔的期间呢，这个小岛就当地的人就把它当做一个礼物就把它送给了当时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
真正咱头前拢飞完了呢，这么贵价。好的，你就打扰人。在国外旅游，有时候就是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气温、不同的历史，还有不同的环境。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这样子大片的鸟类啊，在天空飞，野生鸟类啊，这也是在旅游过程当中很特别的一幕。它不会是在既定里面的行程，也不会是安排好的行程，也许就在你旅游的过程当中，路途当中就出现了这样子让人震惊、惊艳的一幕。所以旅游是不是充满了刺激跟惊奇啊？看看海鸥会不会过来啊？吃面包。那不然的话，只能用丢的喽。啊，来呀，来了吗？来了。就用丢的，他不来吃。爷爷买家。哎，就丢高，厉害，有接到哈，有接到，打架了。你不喂海鸥？吃光光了，没吃光光。你们看着他们喂。喂海鸥。你们是在砸海鸥，是用砸的，砸到还好没有砸到。往上丢。那打来了没关好，他们的面包到处在抢。切椒嘛来啊你嘛，切椒嘛这边边啊。天气好就是这样，拍什么样的景色都觉得很漂亮，尤其是像土耳其啦，像一些跟我们纬度不同的国家，你知道，光一个天空，也许就是因为纬度的不同、气候的不同、湿度的不同、空气清净度的不同、地形气候的不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天空、不同的景色跟不同的样貌。所以旅游就是这么的特别。我觉得旅游最大的特色在于它很多的景色，很多旅游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事情，它都不是你的旅游行程表当中是既定好、安排好的。所以爱旅游的朋友们一定要保有这一种旅游的心态，随遇而安。我们旅游的重点就是要去看全世界各地不同的风景嘛，这样子才是旅游真正的意义嘛。你有一个旅游的行程，它是可以100%完全按照你既定表格把它安排得好好的，过程当中都不会脱垂啊，不太可能了。所以我觉得旅游带有一点冒险，带有一点未知，带有一点探索，这是旅游为什么会一直去吸引人，不断一次又一次的参加了又参加了最大的原因。现在我们一路前往孔亚，看到的路上苹果树，这一些苹果树其实是属于中亚版本的苹果树啊。孔亚是一个出产苹果的地方啊，但是呢，你知道吗？地球暖化跟人为开发，迫使中亚包括土耳其这一块的这个野外苹果的，慢慢的要走向灭绝之路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特别注意到气候的变化，让我们更有环保的概念。不然呢，这个地球真的在生病了，很多的美景将来我们都不一定有机会看到。美夫拉纳博物馆，博物馆本身是孔亚的一级景点，它的外观其实十分显眼，你大老远就可以看见像笛子一样的尖塔。它的塔身呢，覆盖了这个蓝绿色的瓷砖。博物馆它的前身呢，
就是伊斯兰教苏菲派旋转苦行僧他的修行之处。我们常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是很多在介绍土耳其宗教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叫旋转舞，对不对？这个就是从这里来的，伊斯兰苏菲教派旋转苦行僧。他说是博物馆，但是它更像一个圣殿。创始人杰拉雷丁鲁米，他就埋葬在这个里面。杰拉雷丁鲁米他的追随者就称它叫做梅夫拉纳，所以这个地方也叫做梅夫拉纳。绿色的那个塔就是下面就是梅夫拉纳的那个棺木。这个蓝眼220块。土耳其蓝眼。愿意。你靠近一点。他们来这边。我们来往左边靠一下。Oh, very bad. That's why they will examine 那因为你如果在棺木里埋葬在外面没有入土的话，是会有味道，之后腐烂所以不好，所以是埋葬在就是入土。过来 ，You see this？ 许多穆斯林不远千里而来，为的就是梅夫拉纳，因为他在阿拉伯语的意思也被称为叫做我们的导师。进入这里面来朝圣，一睹伊斯兰的珍贵圣物。这里面有很多留下来的宗教圣物。13世纪就是孔亚的世纪，也是梅夫拉纳的世纪。他是一个集诗人啊、数学家啦跟哲学家在一身的。梅夫拉纳在大学里面呢是传伊斯兰道的啊，连非回教徒都很崇拜他。姑且不论宗教，讲的就是这个人的人品。据说他在讲课讲道的时候呢，那语气跟理解度，讲解可兰经的这个教义呢，非常的生动。其实这个就像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的老师在讲解，我们就不会打瞌睡，对吧？有的老师呢，他光是一开口，今天呢我们要，我们就睡着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讲的人讲的生不生动，而梅夫拉纳他是听着莫不为之动容，所以要传教、要授业、要解惑，其实你的讲解功力要很好，而且爱公人听无，对不对？有时候你讲的太深，人家听不懂了，那也是的，鸭子听雷啊。那梅夫拉纳的这个博物馆呢，就是清真寺改成的，因为太具有意义了，它就叫博物馆了啊。这是孔亚的虔诚的圣地啊，每一天呢，很多人来朝拜他啊，当地人呢，还有非常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那当然呢，你一定要是这个伊斯兰教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你就会很虔诚。不然，像我们呢，就来看看、了解一下他的历史故事就好喽。Masnavi? Oh, thank you. So, 梅夫拉纳家族的棺木。你知道不同宗教、不同文化对于生跟死、对于坟墓看法也就不同了。不管是天主教也好，或者是
伊斯兰教也好，你常常会在他的教堂或者是他的朝圣地里面看到很多的坟墓，对吧？但是你却不会觉得很奇怪，伊斯兰徒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在华人的世界里，死后要大葬了。伊斯兰教讲求的是厚养薄葬，无论你生前是贫穷或是富有，社会地位的高或低，在穆斯林他死后都是以白棉布来裹尸，采用土葬啊，没有任何的陪葬品了。丧礼非常简单，也很隆重。通常为什么他用土葬？因为他们不会使用火葬哦，因为教徒认为火是一种刑罚，人去世的时候就不愿意被火烧了，更何况你死掉还用火给你烧，怎么可能？所以他们认为火是一种刑罚，所以他们当然不愿意被火烧。所以死者呢，只有造物者才可以用火去惩罚，自然而然在伊斯兰教的世界里面不能够火葬。我们走到外面来看到的这个水池呢，就是供过去苦行僧侣他净身用的，它是在1512年建造的，就给穆斯林教徒净手净身用。Oh, what are you doing? You put the coin? You put 1 liter? What do you do? You for a wish? 哦，有一个人来敬呢。他们在这边会放像许愿的那一种，放那个硬币。以前的厨房。梅夫拉纳博物馆，这一个清真寺也可以说是博物馆，也可以说是圣殿。我觉得它有别于一般你在伊斯兰世界里面所看到的圣殿或教堂，真的还蛮特别的。而且更何况它是旋转舞的发源地喽。Hi, thank you. Bye bye.